今天要做无聊小实验是法老之蛇。如果你们有看之前的影片，就会知道法老之蛇上次我跟阿雅做的时候是完全失败，没有一点效果。不过秉持着实验精神，我就上网看了很多人的做法，也不断的重复做，我大概知道怎样做应该会成功。会在这支影片告诉你们什么情况下它会失败。现在我会准备2盆猫砂，同样情况下我会放下不同的材料，给你们知道怎样的材料它会效果很明显，怎样的材料会非常慢，甚至没有效果。现在我要给你们介绍的是，我第一次跟阿雅用的是这一种烘焙店买的小苏打，第二种我从家里拿的这一个小苏打是我这一次为了这个实验我去买的。这里要提醒的是，不同小苏打它做出来的效果，经过我测试是会有差别的。这一款和这一款是可以做出法老之蛇，这一个我上次做了很多次，基本上都失败。除了小苏打，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基本上糖有分好几种，如果你用一般的白糖来做，主要它颗粒比较大，就会比较难烧出来。过后我就用那种比较细的白糖，效果就很好。这个是我们最普通的白糖哦，颗粒比较粗的。这一个就是那种很细的白糖，都是撒在蛋糕上面的，它溶解比较快。这一个做出来的效果是最明显的。从我之前的实验里面，我可以发现到小苏打的品牌会有关系，糖的粗细也会有问题。现在我就来实验给你们看。这一个我会用比较不好的小苏打跟粗的白糖，这一盆我就会用好的小苏打跟细的白糖。现在我们就开始做做看，让你们看一下2个的差别。不管怎样做，都要记得一个比例。我在网络上查了几个方法，基本上就是1:4，小苏打1，白糖4。这一个就是比较不好的小苏打粉，1汤匙，粗砂糖就要4汤匙哦。4汤匙，在1:4的情况下了，我们就要给它搅拌。搅拌就把它们 mix 在一起。目前这一盆已经做好了，这一盆我们就来弄，基本上一定会成功的啦。一样是1:4的，最后放这种很细的白砂糖，同样的把它 mix 在一起。当你全部都准备好了，最后一步就是放酒精。你就把酒精比较平均的放在猫砂那一边就可以了。酒精我这里提醒啊，我网络上查到是尽量准备96%的酒精。这个很危险的东西要远离火。该桌子上面原本有很多东西，我现在已经全部给它 clear 完了，因为要烧嘛。所以我们为了安全，就先移走，给你们看一下是不是真的像我之前做的，这个很难成功，这个基本上效果很明显。现在我们就开始点火。不过这种危险的东西，你过来，你过来，你帮我点一下好不好？这个任务就交给他了，我先走了。这一盆真的没有什么效果，就是因为它可能是粗砂糖的关系，也可能是那个小苏打。这一个你看，哇哦，从这边已经长一圈，你看是不是已经长一圈了？这个我之前实验这样多次失败，就是粗糖跟那个小苏打的问题。这个长到掉下去哦，只要你不放弃，你慢慢做，一定会成功。这种你既然都成功了，还是我们做一个大的嘞？你来，你跟我来。现在我都已经成功了，你想怎样做？它是法老之蛇哎，你做一个这样小条，你对得起法老的称号吗？这样我们现在把地方移去外面，试看可以做几大条的蛇。为了对得起刚才他讲的法老之蛇这个称号，所以我们不可以只做小的法老之蛇嘛。刚才我们已经去买了小苏打5L的酒精，1包猫砂，还有5包细白糖。现在我们就试看呐，尽可能想办法做一个我们心目中想要做出，如果可以成功，真的是对得起法老之蛇这个东西。一定要做大才好看。在网络上我好像还没有看到人家把法老之蛇做到比较大啦。通常一般都是做大概是这样子，虽然可能有点浪费材料，但是做实验嘛，我们要试看为什么没有人做，会不会是因为根本做不出来？所以我们这次就尝试看啊，如果做不出来，大家以后也不用试了，我先帮你们了解。只有这样大而已，大概就是这么粗的法老之蛇，所以我们现在尝试啦。10 L 的猫砂，这个一样是1:4。
我觉得可能失败几率很高啦，应该是他们都尝试了失败，所以不排出来。我觉得是这样。不过我们实验精神试试看。糖，小苏打好了，倒酒精，他处理。就是我感觉我像是那种纵火犯。慢慢来啊，slowly 啊。这次我们有5 L 的酒精，平时在家里不要玩这种东西啊。可以了啦，我觉得够了，喂，够了，喂。最后一步危险了，一样交给他。见证奇迹啊！唉，有一点尴尬的是，我们做了这么大的，它就是旁边烧得到，中间还是白糖，旁边就有变得比较高了。但是像我们刚才做的那个，它是一整条这样可以转很长，这个我用的分量至少多10倍、20倍，可是它连长度都没有给我。经过刚才我们这样试，想要做至少1公尺直径的，是失败，应该是做不到。我们现在打算重新做多一次，但是这次我们不要这样贪心，我们只做这么大的直径就好了。我们只要想办法把它做大概有这样宽的直径，15公分，怎样说比之前的5公分大了嘛？这个有到25 cm， 我们缩小看它会不会，它不粗，但是它至少长。现在的做法是把它挖成像一个火山的造型，然后只集中在中间15公分的直径。在外面拍着，没有太阳也是很热。OK， 我们把这边弄个15公分直径的大小的火山口，应该是差不多了吧？就大概是这个大小，一样也是1比4的小苏打跟白糖。刚才我们觉得可能会失败，原因是可能是太重了，就是它厚度太厚，它直径太大，上面重量太重，它想要长高，可是太重还会压下来，所以我们这样子应该就可以了啦。酒精当然还是交给他。现在点火，我来点。这边好像看起来有机会了嘞，你看它这边有上了，应该是会成功，希望它可以长很长。我的法老之蛇真的有上了嘞，但是你们看哦，这边你看它缺了一个口哎，它好像不懂会不会成功，我们再等等看一下，怎样都比刚才那个这么大的好了，这个至少有上了10 cm。现在我发现它的速度有点慢了啦，所以我觉得它还是一样跟刚才的状况一样，就比较重。我们试看把它抬高一点，看它下面会不会继续长，这样子我们可以推测它可能是不是真的因为重量啦。我们现在就把它抬高一点，看它会不会继续长。做法就是我尽量把它抬高一点，原本它只有大概15 cm 左右。现在大概有长到20多 cm 了，就是我一这样子，左边我抬高一点，我把它下面缝隙抬出来，让火烧进去，那个糖就长高一点。现在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东西？我是觉得不像法老之蛇啦，我觉得它有点像那种中国的那种假山石头，养鱼的那种假山啊，我觉得就是还不错，搞不好是一个艺术品，可以卖一个钱。我现在拍给你们看一下，怎样它会慢慢长高，就我把它抬起来。那白色部分你们看啊，等一下它会烧黑。你看白色那边，它现在慢慢长出黑，现在有点倒向那边了，是不是？我就把这边再抬高。我现在在制作我的艺术品。唉，法老之蛇，它就是那么小条的一条蛇，终究不可能是大蟒蛇。你要它变成 cobra 啊，是不可能的啦。我给你们看这个粗细，看大概是一个手掌大小而已。刚才我们做的那个就是这样子的嘛，看一下它的比例，它就是这样子的差别。你看还是有点差哇。你看那个直径，我们已经尽量去完成我们这个实验了啦，因为真的没有看到什么人在做，所以证明别人不做也是有原因啦，就是因为失败。刚才我们那条法老之蛇是这样，至少有这样长。今天的法老之蛇，你觉得成功吗？算成功哦，至少它上得来。普通版的法老之蛇我们成功，这个 Cobra 版本的法老之蛇，比较像是一个山水画的那个山呐。影片就这样。如果喜欢我们做户外系列，尝试把小实验做大的话，点 like 支持我们。喜欢的也可以分享给朋友。还想看我们把什么小的实验变大一点的做法啊？告诉我们。
我都已经要回了，我已经觉得有到那个25cm已经是很不错了。结果你看他火灭了，他继续帮我淋，他打算再烧了一次。我们这种叫实验精神。我觉得他是怀疑我刚才点的火不够猛，他自己来。现在这个火有点大哦，会烧掉我上面的假山哦，我的艺术品有一点可能会毁掉。看到没有？我就跟你讲了，还有机会的。有啦，还有在涨，刚才大概25cm，现在有涨到30多一点点啦，不错不错。不过我觉得不可以再大了，已经摇摇欲坠了，它这边要断了上面，是不是还不错？目前30多cm有了。